各位好，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形象越来越不佳，它的业绩也越来越不尽人意。但最近又出了幺蛾子，中国将大众汽车营销高管约翰森皮尔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在泰国苏梅岛度假后返回中国，被检测出血液中含有毒品大麻。大麻在泰国以及德国都合法，但在中国属于非法。大家要知道，中国对于毒品可以说是零容忍，即使是在国外吸毒，但如果检测出阳性，在中国依然会受到惩罚。目前尚不清楚这位德国高管是否充分了解中国的有关规定，他本人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中文报道上，网友们持不同态度，有的人认为他是在泰国而不是中国吸的毒，就不应该受到中国如此对待；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国敲打大众汽车的意思，也有的网友认为对这样的人就应该严厉处罚，就像醉酒的人，不管在哪里喝的酒都是醉酒，他还没醒，难道能让他随便酒驾吗？况且了，怎么知道他不是在中国吸了毒，体内有残留呢？所以按照中国法律来看，他的行为就是违法。那么朋友们，你们持什么观点？这件事对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的形象而言，无疑是没有帮助的。在中国市场，大众汽车的业绩本来就每况愈下，现在可好了，又出这样的意外。正因为如此，德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们先看德国图片报的报道：血液中检测出大麻，遭到逮捕。中国独裁者将大众汽车高管驱逐出境。大众汽车高管约翰森皮尔因在度假期间吸毒而被中国独裁者习近平驱逐出境。德国知识点评，大家注意啊，这家媒体也就是德国图片报故意歪曲报道，首先把中国领导人描述成独裁者，其二说成是习近平把这位高管驱逐出境，而不是中国司法部门。这种报道的手法相当无耻。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德国媒体肯定不会说是拜登把某人驱逐出境。西方媒体这样的话语术一般只用在他们定义的某些所谓集权国家的领导人身上，比如俄罗斯的普京。泰国的一包东西让他丢掉了在中国的工作，大众汽车公司营销专家高管约翰森皮尔。森皮尔的口号朗朗上口，他为大众汽车发明了 Das Auto 汽车这个昵称。2年前，该集团将这位营销大咖派往中国。长期以来，习近平帝国一直是这家德国制造商的销售引擎。现在，中国国家元首已将这位大众汽车公司的高管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在泰国度假期间嗑药了。根据德国图片报的调查，森皮尔2星期前从苏梅岛返回，随后在北京的一次毒品抽查中陷入麻烦。警方证实，这名德国人吸食了毒品。据报道，中国官员对这位德国高管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审讯，然后他们把他送进了看守所，在里面被关押了10多天。随后，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和德国大使馆的代表设法才把这位高管从看守所里捞了出来。然而，这位营销专家不得不立即离开中国。中国对毒品绝不手软，根据该国法律规定，即使在国外吸食毒品，也会被关进看守所，最长可达15天。相比之下，德国自今年4月起大麻合法，泰国自2022年起大麻合法。当森皮尔被派往中国时，是否有人给他解释了中国的毒品政策？在该高管的问题上，大众汽车公司是否违反了此类照顾义务？面对图片报的询问，该高管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事实是，在过去，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高管们可能是高高在上、不可触碰的。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有39家工厂，9万多名员工，并与当地制造商建立了合资企业。但如今，它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降温。无论如何，这是这家德国制造商在中国遭遇的又一次挫折。多年来，大众汽车公司在这个世界上最大汽车市场的销量一直在下滑。此外，中国车企也给大众汽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2023年，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取代大众汽车成为中国市场的领导者。大众汽车对森皮尔寄予厚望，数十年来，他一直是业界公认的杰出人才。
曾为日产汽车、戴姆勒克莱斯勒和现代汽车工作。柴油车造假丑闻发生后，大众汽车于2017年8月将他重新请回，担任市场营销主管。他本应擦亮公司受损的形象。现在，森皮尔又回到了德国，他在大众汽车的未来不确定。这家公司的内部正在对这一过程进行审查。好，德国焦点新闻对此也做了类似报道，但报道没有图片报那么详细。我们来看看这家德国媒体，也就是焦点新闻的读者评论吧。第一条评论：现在对在下萨克森州大众汽车公司的管理层还有社民党人来说，应该立即气壮地进行毒品调查，然后立即解雇他们。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哦，亲爱的，不要对抽点大麻大惊小怪嘛。下一条评论：中国人没有小题大做，他们只是执行了自己的法律。继续往下，中国人的做法完全正确，我希望在德国也能看到同样坚定的贯彻执行。好，继续往下，其他国家可以多么迅速且轻易地将他们不喜欢的人赶出国门，我们是否仍在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是否还允许中国学生在我们这里免费留学呢？下一条评论：在中国，要想把不讨人喜欢的人赶出国门，很快就会制造出一个理由。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吧。在中国，时刻要注意社会信用积分，对吧？否则你很快就会被抛弃。但最主要的是，把我们的技术免费给中国人，现在却大发牢骚，这就是只顾短期利益，不考虑技术转让长期后果的后果。德国知识点评：在德国，传说中的中国社会信用积分已经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就像新疆种族灭绝一样，真的让人苦笑不得啊。好，我们往下看。我一直在想，当他们设计所有的 ID 电动车系列，然后又制定出如此令人离谱的天价时，他们到底在嗑什么药？现在我总算知道了。下一条评论：血液中含有大麻而被抓，没有问题，至少在德国不会。例如，某人仍然可以担任德国卫生部长，但对这位先生来说，他的薪水肯定太低了，而且也没有极其丰厚的奖金，至少官方没有。下一条评论：我们不应该与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做生意。这个可怜的人在泰国吸过大麻，现在他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在那里，他被当作罪犯对待。中国人更喜欢真正的罪犯，像大众老板那样的人。我们继续往下。在你看来，那个可怜虫是在度假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嗑药了。好，下一条评论：终于有来自中国的好消息了。我们继续往下吧。我很难同情他，他应该知道中国的规则。他为哪家汽车公司工作并不重要。我们看下条评论：一个嗑药的高管实际上已不再为该集团所容忍，但这要由大众公司来决定。他们目前可能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继续往下。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香蕉共和国德国那样的自由。下条评论：中国做得很彻底，可惜我们美化吸毒。下一条评论：只抽大麻？难道大众汽车集团给的薪水那么低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虽然我反对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但中国政府的做法是非常坚决的。只是在我们德国行不通，我也相信这个人不会再到中国了。我们继续往下。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规定，但在那里工作的人应该熟悉这些规定，所以在中国这完全正确。但在德国，他可以继续抽大麻，而且是完全合法的。这要感谢我们伟大的卫生部长。下一条评论：很好，可惜在联邦医院甚至都不会开除任何议员。下一条评论：卫生部长劳特巴赫怎么想呢？作为大麻部长，他本人可能不会获准前往中国。下一条评论：这次牢狱之灾应该给他个教训。不过，这个人现在可能会到欧洲法院起诉中国，并获得巨额赔偿。我们继续往下。他应该遵守中国法律，状告中国没用，
我们继续往下看，希望能把大众汽车彻底赶出中国。我在国外见过大众的高管和外派人士，令人作呕，自满，自以为超级重要，所以我再也不会买大众汽车了。下一条评论，在欧洲新的大麻大本营德国，他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德国，他甚至可以在自家花园里种植大麻。民主万岁！哈哈哈，朋友们，这是讽刺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如果你还在为大众汽车公司最近的发展感到疑惑，那么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头脑不清醒的高管们，他们头脑里装的是浆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继续往下。我不明白，我们的政府已经把大麻合法化了，难道中国人不知道吗？下一条评论，这在德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毕竟我们把一切都合法化，是因为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利。中国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那位高管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不知道这点，并落入了圈套，他并不聪明。我们看下条评论，他没有被赶出中国，而是被要求离开这个国家。他很幸运，只是被驱逐出境。在其他国家不守法要坐牢几年，而在亚洲其他国家以前就是这样，土地租约被取消，他让雇主失望了。好，我们继续往下。只能在毒品影响下才能买卖电动汽车。看下条评论，在其他国家，作为外国人，你必须遵守法律。下一条评论，没错，在政界，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嗑药了。如果至少在经济上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那就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吧。真有意思，还真有一些国家，如果你触犯了法律，就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也许我们应该效仿一下中国的做法。德国知识点评，已经有不少网友指出，在这个国家触犯了法律就必须离境。其实这是德国网友在指桑骂槐，讽刺在德国有太多违法的外国人继续在德国吃香喝辣，这也是德国右翼选择党崛起的原因之一。我们继续往下看。中国的法律也包括在中国境外吸毒，尽管在泰国吸毒是合法的，但它还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在我看来，10天监禁和驱逐出境过分了，但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下条评论，大众汽车公司的外派人士被驱逐出了中国，现在大众汽车集团轻松节省了100万欧元。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的言论也反映出不少德国人目前的想法。他说现在我们也知道大众汽车为什么押宝电动汽车，可能他们管理层的人都嗑药了吧，必须回归燃油车才能回到正轨，就像丰田一样。电动汽车贬值率高，二手车卖不出去，8年后由于电池老化，只能成为危险废物。此外，价格高，运营成本高，轮胎磨损大，续航里程短，充电网小，电雾霾增加，颗粒物多，不可持续，因为用的是燃煤发电，排放废气。电从哪里来？所有的核电站都关闭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也受到制裁。我们的电网将崩溃，越来越多的电力将极不稳定，而发电厂也在超负荷运行。看下一条评论，大家都认为他是鲁莽行事，在我看来，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是故意的，可以理解为，首先来源未知的2000万至5000万欧元可能支持这种行为，以便给大众中国公司造成巨大损失。这是一串信息链，泰国、毒品、中国，严格的众所周知的法律，高管以及再次入境时的随机毒品检测，结果是大众汽车公司受损。2个潜在的赢家，中国和前任高管。对不起，气味痕迹很明显，不一定是这样，但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继续往下吧。德国联邦医院还是应该引入强制性毒品检测吧。德国知识点评，虽然有那么多网友在吐槽德国政界，但一提到中国的制度，他们又非常自豪他们的选举权。下一条评论，中国解雇了1名大众汽车员工，而且没有人注意到这有什么猫腻。德国公司也不过如此，
德国的补贴肯定会落到中国头上。下一条评论：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解雇大众汽车公司的任何人，他作为外国罪犯被驱逐出境，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德国也应该效仿，这与补贴有什么关系呢？下一条评论：罪犯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真有这样的事啊？下一条评论：好吧，这又是一个购买大众汽车而不是比亚迪的理由了。比亚迪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修修补补组装起来的。下一条评论：对每个人来说，大麻有什么好的呢？正如警方在4月1日以来越来越多的报道那样，许多吸食者在嗑药期间或嗑药后不久驾驶汽车，从而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由于过度和无节制饮酒造成的这类问题，难道还不够多吗？我们继续往下看。人们总是怀疑大众汽车的中国战略是由嗑药的人制成的。下一条评论：在德国，作为一名中国人，他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在这里，作为客人，几乎允许做所有事情。下一条评论：他活该，这是非法吸毒的后果。在这点上，我真的喜欢中国。下一条评论：大麻在全世界都是非法的，你肯定吗？如果中国明天禁止啤酒和葡萄酒，全世界都不能喝啤酒和葡萄酒了吗？你似乎很喜欢独裁啊。最后一条评论：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对事情的投入和敏锐的头脑。让他来德国吧，可以在这里嗑药，价值观已经不多了。好，朋友们，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关于德国大众汽车营销高管由于在泰国吸毒入境中国时被检测出血液中含有大麻而被驱逐出境的德语报道，与大家分享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